大家好，欢迎回到毛怪先生的漫画小剧场。今天呢是喜闻乐见的游戏公司的故事。不过呢，咱们先说明啊，做人得懂得轻重缓急，咱们羊毛不能搁一个羊一只好。今天呢，先讲讲另外一个项目组的故事。而且我相信呢，这一期不仅在游戏公司，它涉及到在职场的大部分职位，甚至你平时的创作和生活都会被这个问题困扰。今天的话题是命名。你有没有给文件乱起名的经历呢？我相信只要是碳基生物，那你就一定干过这种事儿吧。其实呢，乱起名只要在自己电脑里呢也无所谓。我现在电脑里就一大堆我不知道是啥的破文件夹，我老婆坐旁边的时候我都不敢打开。说到这儿呢，想起一个有趣的事儿啊。曾经在第7根柱子公司呢，我那个程序员朋友临时在公司电脑里藏了一个片子，对，就是你们想的那种他怕被别人发现，就把文件名给改了。但是呢，要不说程序员考虑事情就是比咱们这种凡人要全面，人家不但改了文件名，还把后缀给改了，直接生成了一个2G 多大的 Excel 表格。后来有同事奇怪问他：“你那个表格怎么那么大呀？”今天这个话题的灵感呢，是来源于一个网友的留言。这位叫3个字我都不认识的网友说：“我是闭着眼睛随便按一串数字反正不会重复。”就因为你咱们出了这期视频。像这种瞎按起名的情况呢，我也干过。虽然10几个文件之间你可能不会重复，但是架不住多呀。不信你打100多个文件，绝对会出现重复的情况。这个乱起名呢，让我想起了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几个傻子组成了一个小的动画工作室。那个时代呢，大家都在用 Flash。当时的 Flash 软件呢，有一个硬伤，就是把另外一个 Flash 文件复制到自己的 Flash 文件里的时候呢，如果这2个文件里的元件有重名的情况，那就会跳出2个选项，一个覆盖，一个不覆盖。这俩你不管选哪个，都他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不是可能是一定。这个脑残的设定呢，最后终于在 Macromedia 公司被 Adobe 收购之后才得到了改善。他们在元件冲突时候增加了一个选项，把重复的元件放到文件夹里。看来 Adobe 看 Macromedia 也不爽很久了，收购他们呢就是为了加入这么一个选项。但当时我们用 Flash 的时候呢，还是在 Macromedia 的时代。当时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工作室里有2个傻子，有2个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说咱们给元件命名时候就瞎打吧，只要瞎打就不会重复。结果呢，这2个家伙各自制作了一大段的动画，等整合的时候呢，竟然还是出现了好几个重名的元件，而且都是瞎打的。因为人类的手都差不多嘛，你再怎么瞎打也可能会出现重复的情况。所以呢，事先制定好命名的规则就显得尤其重要，也会为之后呢避免很多的麻烦。比如呢，我曾经在一个项目组，那个时候呢要给大家制定动画规则，我给大家制定了就是每种不同的物品以特定的前缀再加名称，然后再加序号的方式。比如说课桌，那就是前缀 furniture 加名称 desk 再加一个序号。加序号呢，是因为游戏里可能有很多的课桌，但每个课桌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些不同的课桌可能要分配给很多人来做。我做了一个 desk， 旁边的人可能也要做一个 desk， 所以呢，我们要在 desk 后面加不同的序号。但是我怎么知道你做了几个 desk？ 我的序号又如何确定呢？我们当时利用的方法呢，是给每个动画师分配不同的序号范围。那比如说我在0到99之间命名，你呢从100到199之间，他从200到299之间，你在1000以上。这样做呢，虽然不敢保证万无一失，但是这个规则呢，确实基本解决了元件冲突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呢，就是 Flash 元件越来越巨大，那我就不管了，反正直接交给程序员了。当然了，有了这种良好的命名规则，只有在负责人严格监督，并且各个负责人之间都相互承认，并且相互配合支持的前提下才起作用。光我一个人严格要求，肯定没什么卵用，因为没有后续的支持，那么下面的人早晚都会变成未命名1、2、3、4、5。这个呢，在我当老师的时候就深刻体会到了。当年呢，我在一所大学内当老师，那个时候上课也不可能让学生上网，所以交作业就特别麻烦。我就拿了一个 U 盘传给学生，我说每个人把自己的作业放到一个文件夹内，然后呢把这个文件夹起成你自己的名字，把这个文件夹复制到我的 U 盘里。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需求，一个班20多个学生，等 U 盘艰难地回到我的手里时，我发现这一个班正常的人类连一半都没有，大部分呢都是未命名1、未命名2、未命名3，而且这几个未命名没准还有相互覆盖的。再有呢，就是胡乱的打几个数字打几个字母，真的只有6、7个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我当时一度怀疑我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还有一个文件夹叫小白，我他妈知道谁是小白啊？而且您都知道要改文件夹的名字了，您还叫个小白？我问谁是小白啊？一个女孩子举手。一打听，她说这是昵称。结果呢，这姑娘的名字里既没有小也没有白。所以后来呢，我为啥不当老师了？就这帮学生，我上一节课就得少活1年。以上呢就是学生时代和自己做东西的时候不太注意起名的规则。按说呢，你进了公司是不是就该正常一点了？可千万不要高估人类的智商啊！我之前讲过的那个小美女当产品经理助理的公司里，我们曾经设计了一系列角色。既然是角色，那么这些 character 肯定会有自己的名字吧？你都想不到，我就拿其中一个角色来举例子。你能想象这个角色从策划、中间经理原画、动画、特效、程序每一个环节之后，最后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个角色叫什么？听着这么诡异的事情，它就真实的发生在了我们项目组里。最恶心的是，我上接原画，又直接对接程序，提交的时候又得填策划要求的单号。我应该是对角色名要求最高的倒霉环节了。关于这个单号呢，我之前有一期视频稍微提及了一下。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可怕的流程完全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看看我每天都在遭受什么。这些角色里呢，最出名的是一个大法师。这个大法师不光折磨我，从策划一直到程序，每一个人都在骂这个大法师。最后呢，却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归咎在谁的身上。我们的大法师名字叫奥斯瓦尔德。当然了，这个奥斯瓦尔德在程序那里肯定得用英文名，因此呢，他的英文名就是 Oswald。我的发音准不准这是次要问题啊。不过呢，第一个设计出这个角色的人肯定是策划。但是注意啊，这时候呢，可能只有大法师这个概念，比如他是个火系法师，60多岁，白胡子，一身红色。但是这时候大法师还没有确定的名字。不过到这个阶段呢，这个概念可能已经分配到原画那里了，原画师已经开始设计了。这个时候呢，策划可能把大法师名字确认的这件事给搁置了，就直接设计下一个角色了。所以呢，就经常出现大法师的原画都画完了，名字还没有呢。但是原画可不管这个，因为原画师又不直接对接程序，他一张 PSD 就直接发给我了。我收到的图片呢，命名也是跟我10几年前的学生一样五花八门。像这种直接起一个大法师就发给我的，那算对得起我了。有的原画师呢发过来直接就是未命名，有的原画师呢发过来是各种代号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名字前缀这名字也是昵称。10几年了，感情我他妈从来没有逃出过这些学生的魔咒。而我又不是主程，我又不是主美，我又不是主策，我又不是制作人，我又不是产品经理，我又不是老板，我又不是投资商，我又不是美女小助理。我有什么资格要求原画师必须把原画的名字给我起好？而且原画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呀。那么这个命名的任务，无论在哪个公司，无论在哪个项目组，无论在哪个游戏，无论在什么流程，最终都落在我这个倒霉的动画师身上。因为我要生成程序需要的文件，程序员那是我惹得起的吗？所以每次我拿到新的角色，我都得低三下四的去求策划。我说，策划大爷，请问您这个大法师叫什么名字呀？如果这时候你走运，策划在设计第6个角色的时候已经把第1个角色的名字想好了，那么他会给你发一串中文，奥斯瓦尔德。我他妈敢在动画软件里写中文吗？即使现在很多软件已经支持中文了，那程序员也得把我撕了。所以我得在求爷爷告奶奶的找策划，我说请您帮我写一个英文名。当你费了半天劲儿，终于求来了一个 Oswald， 我他妈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角色还是分阵营的。我们名字起名的规则呢是阵营加角色的名称，一个阵营 Horde， 一个阵营 Alliance。我又得跟碎脆一样去找策划，我说您这个角色是哪个阵营的？真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最后呢，终于凑够了整个角色的英文名 Horde 下横杠 Oswald。
这时候呢，我才能踏踏实实的开始做动画。当然了，有时候我早把动画就做完了，就等着这个名字确定，赶紧输出给程序。像这一连串的操作呢，基本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的。这时候呢，有人可能会觉得那这是你们流程上的问题呀。这还真不完全是。我们当时使用了一套特别完善的啥他妈系统，我名字我忘了啊。这个系统上呢，提交需求，然后我也在上面直接接需求。但是那个系统的窗口巨混乱，我从来都找不到我应该在哪儿接任务。每次呢，我都得叫小美女过来给我指点。就这个破系统，操作最多的就是那个小助理。不过就连他每次都得找半天。就算你找到了任务，你发现策划题的需求跟口述其实没什么区别。大战士健壮高大有力量，双手持斧。关键问题呢，名字呢？这到最后我还是逃不过跟策划废话呀。你既然用了这个系统，但是关键信息它又不强制，就一个文本框，策划往里写什么都可以，然后就直接提交过来了。它有一个东西真是强制的，是单号。我之前那个视频提过一次单号啊，这是一个强制的4位的数字，具体怎么定的我不知道，反正呢也是策划定的。但是呢，就跟角色的名字一样，我提交之前必须得问策划，我说大哥，这个奥斯瓦尔德的单号是多少啊？一个角色我要提给程序的单号跟策划提给我的单号还是不一样的。结果策划查了半天，告诉我一个什么0222之类的。最后呢，连策划都烦了，他们自己提需求的时候都是随便打4个数字。后来我也学他们，随便整4个数字提交上去就完了，而且最后好像也没啥事儿。你们以为这只是起名有点麻烦，但最后还是能解决的问题吗？您太小瞧我的节目了啊！街头霸王4天王名字互换的缘由，想必游戏圈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这里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3个货在美版和日版的名字里不一样，主要是因为那是为了避免 Mike 泰森来找茬，因为拳王一看就是照着泰森画的，而且还叫 M Bison， 这直接让人联想到这不就是泰森吗？就这么发行在美国呢，泰森真的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游戏在美国发行时呢，美国卡普空决定把日本拳王 M Bison 和警察 Vega 互换个名字。结果又发现 Vega 这个名字和拳王的形象不符，干脆呢把西班牙叉的 Barrock 也拉下水，3个人互换名字。最后美版中的拳王叫 Barrock， 西班牙叉子叫 Vega， 警察叫 M Bison。对，4天王。沙加特呢算是逃过一劫。我为啥举个卡普空的例子您可能想到了，但是人家卡普空换名字是为了避免官司上身，我们换名字那纯粹就是策划脑袋发烧啊。在我们大法师终于确定名为 Horde Oswald 之后，我也提交了动画文件，程序员呢也把这个大法师成功的放到游戏内并且运行了。策划突然发现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大法师，因为剧情需要，他们要把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赐予另外一个弓箭手，给大法师换另外一个角色的名字，名叫阿尔弗雷德。但是我们动画程序啥的都做完了，但是这次呢，我们的策划意外地表现出了杰出的博爱精神。他们怕动画师和程序员再遭受一次修改的凌辱，默默选择了隐瞒这个秘密。当然可能也是怕挨揍啊。策划的岗位里呢，有执行策划，比如经常给我提需求的这位，也有剧情策划，就是这个项目组中知识渊博但又冷血的黑暗萝莉。他跟我的直接交流比较少，但每次从他身边经过呢，我都会被一股冰冷刺骨的恐惧侵袭的汗毛倒竖。游戏剧本的编写、角色名字的修改，都是他亲手酿造的。但因为策划团队的隐瞒呢，我和程序对之后角色改名一无所知。其实如果一直不知道呢，也就没什么事儿。但有时候这个黑暗魔力也会直接来找我，老师，那个大法师的动作需要修改。我说好，你说怎么改？之后呢，我会问是哪个大法师，因为这个时候呢，游戏里可能同时存在4、5个大法师了，因此这个丫头会说阿尔弗雷德。我一脸懵逼说哪个阿尔弗雷德？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阿尔弗雷德，他改名了，你不知道吗？我说啥？其实这时候呢，策划已经制作了一个恐怖的表格，专门应付了这个改名的情况。因为程序要加载的角色是并没有改的旧名字，但是剧情里显示的又必须是新的名字。
这倒真是避免了我和程序的反攻，但因为剧情的需要呢，后期改名的角色很多，到最后角色确切的名字只有剧情策划才知道，就连执行策划有时候都搞不清楚了。因为呢，你单独叫大法师、红衣服人、奥斯瓦尔德或者阿尔弗雷德，从原画、动画、执行策划、剧情策划，他们所列举出来的角色可能是4个不同的 character。此时呢，同事之间的沟通成本已经大幅度增加了，所以呢，我们的黑暗萝莉干脆在这个表里又增加了一项外号，直接描述这个角色的特点。比如呢，我们原名奥斯瓦尔德，现在叫阿尔弗雷德的大法师，干脆直接称呼为红帽白胡子魔法师。虽然有时候也有冲突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实用多了。但有时候为了严谨，项目组中呢就会出现一种既冗长又繁琐，听着极其不像人话，但貌似所有元素又非常有必要的咒语。原名奥斯瓦尔德的代号名称为红帽白胡子魔法师，现英文名 Alfred， 原英文名 Oswald 的阵营为部落的阿尔弗雷德的火系大法师。原名塞巴斯蒂安的代号名为黄发金盾盔甲人，现英文名为 Montgomery， 原英文名 Sebastian 的阵营为联盟的蒙哥马利的奶系圣骑士。原名艾德雷德的代号名称为红发马尾眼镜萝莉宠物人，现英文名 Mildred， 原英文名 Adelaide 的阵营为部落的迈尔德雷德的黑暗系灵魂召唤师。后来我也反思过，如果黑暗萝莉没有发明这个 Excel 表格，那么不断返工的就是我和程序员。有时候策划还真承受了我们想象不到的磨难呀。当我每天看他盯着这个表格发愁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之前项目组整个的工作流程和全部角色的命名历史。好了，说到命名呢，我就想起了之前那个经典史山教室的命名，那个更有意思。本来呢，我是想放到这一期一起说的，但是这一期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而且我最近工作太忙，薅那个史山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啊，但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后面的一期。制作视频不易啊，你知道我为了做这期费了多少嘴吗？迈尔德雷的剧情名为米尔德瑞德的黑暗系灵魂召唤师，原英文名 Adelaide 的阵营为部落的麦德。那还不赶紧收藏、点赞、投币、转发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在 YouTube 和 B 站关注毛怪老师，咱们 see you next time。